现在面团成这样，像这样状态，这样轻轻拉是可以拉得开，但是还是有点小小的筋度。做的事情，它就是吃奶油香。大家好，我是阿蒙斯。嗨，大家好，我是米卡。今天跟大家分享罗宋面包。那罗宋面包的大概的由来，你知道吗？它好像是从俄罗斯那边来。那是一种俄罗斯的白面包，然后它奶油量会比较多，因为它在烤的过程就是一直涂奶油，重复涂奶油，让奶油吸进，在这个烤的烘焙过程把奶油吸进面包里面，所以它吃起来就口感就比较奶油香比较重，但是面包本身也比较扎实。那吃起来不是很干吗？其实还好，就是会油的啦，不是干，但是那种干是香的，因为它本身面包体也是蛮柔软的，内部的组织蛮柔软，因为比较密一点，比较扎实，所以会柔软度也是比较绵密一点，然后带点湿的感觉这样。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示范的罗宋面包，它分成2步骤，有分第一阶段的搅拌，然后再等它一段时间发酵之后，再做第2阶的搅拌，然后再做最后的发酵，可以了吗？你要操作吗？你倒。我倒。那不用，我倒。那我们现在操作第一部分的面团，我们先将面粉倒进来，我们请米卡倒一下，倒进来好，然后再来是倒那个砂糖的部分，一样倒进来。好，那我们那个液态部分呢，我已经把那个酵母跟液态部分搅拌，让它容易分解，让酵母醒过来，这样哈。那我先一样把那个液态部分倒进来。那我们3种材料加进来之后，现在还有奶油等一下再加哈。我们现在就是面团搅拌。奶油不能现在加奶油也可以现在加，但是如果太早加的话，会比较难成型。那我们可以在中间就可以。等它有点稍微筋度的时候再加。那我们现在有点稍微搅拌到那个面粉不见的时候，再稍微搅一下，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奶油的部分。所以稍微有点成团就可以加奶油。对，稍微成团就可以加奶油。就只要不要太早加，是怕它在搅拌的过程会拉长时间我们要缩短时间。现在搅拌稍微成团它筋度稍微而已。那我们这个罗宋面包它水分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也是有一定的水分，但是它就是没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它的面团会比较偏硬一点点，那是正常的因为为了要做出它的那种比较扎实的口感所以它的配方比例是比较偏硬的面团。稍微用现在已经成团了那我稍微用快速再稍微的把它打一下。现在面团成这样，像这样状态，这样轻轻拉是可以拉得开，但是还是有点小小的筋度，这样就可以加奶油的部分，来加奶油，把奶油加进来。然后现在奶油加进来了，我们再继续做搅拌，搅拌到那个奶油它不见得整个完全融入面团就可以了。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转中速的转中速就是要让奶油在短时间内让它跟那个所有的面团均匀分布成型。那我们到最后的全部奶油进去之后，我们再会用稍微快速再搅拌一下。等一下要做整齐的时候，是这样一大块下去烤？没有，我们还是要做分割要看这个分割是我们要的重量。它可以一整块下去烤吗？可以只是说有那种大颗的罗宋而已，也可以做大颗的罗宋。整个面团下去，都不要分割，做大颗的罗宋。
就打到面团稍微光滑面，这样就可以了。看一下好了吧？看一下哦，有点光滑面，但是它筋度还没有到很强哈。再稍微打一下，没有要打到很粗筋，但是还是要有一点筋度。好，那面团现在已经光滑面了哈，筋度微微筋度都出来了，那这样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很薄的膜，稍微就可以了，一点点，它会有点像雾雾的这样感觉啊，稍微薄，光滑最主要是表面有点光滑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做第一次的发酵，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做1小时至1小时半的发酵。那至于是1小时到1小时半的发酵，要看天气。如果说环境比较热一点，超过1小时左右；那如果比较冷一点，超过一个半小时左右，就看大家当下的环境是怎样。好，那我们现在做发酵，我们那个第一次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平均差不多在1小时10分钟左右。因为看环境，在目前环境的温度也没有到很低，所以差不多在1小时左右发酵时间。把发酵好的面团用手一块一块加到搅拌缸，有稠哦。Nice。然后嘞，我们把糖下进去，然后再把液态的部分下进去。好，那现在我们先稍微给它慢速，稍微搅拌一下就好，要慢一点的哈，不要太快，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来下粉，还有酵母一样跟粉一起下进来。第一次的酵母是跟液态搅拌，第二次就是不用了，就直接跟粉一起下。一样慢速的哈，不要太快，不然它那个粉啊跟水会乱喷。对，那个材料啊、粉类的都稍微搅拌均匀之后，搅拌到没有面粉的状态之后，再让它搅个3分钟至5分钟左右，一样是慢速哈，这样那个酵母啊才会散开。所以如果要确认的话啊，你可以去看那个面团，拿起来看有没有说有一颗一颗酵母，如果一颗颗酵母的话，就再继续搅拌啊，一样是慢速去让它搅拌。可以看一下面团的状态，面团比较硬。面团本来就那么硬。因为它的那个面团的结构，吃起来面包罗宋这个会比较扎实一点，所以说面团相对比较硬。稍微拿起来看一下它面团有没有还有一些酵母的颗粒，如果还有，那我们再继续搅拌。但是没有说很明显，大概一点点，再继续做搅拌。其实一开始都慢速，慢速让那个酵母整个差不多没有看见的时候，可以再来加那个油。因为我们是已经前面有一半的配方的面团发酵了，所以其实后面就不用搅太久，只要差不多酵母没有的话，再稍微搅一下就可以加油，然后再让它搅到稍微呈现微光滑面就可以。偷的。那没有一颗颗酵母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油加进来啊，油进来，再来就等油吃进面团之后，再稍微搅拌一下，让油完全吃进面团里面，这样就可以再搅拌一下之后，就可以拿起来做整形的动作。那我们现在等一下会教大家搅拌完之后后面的动作要做什么。好，那我们油已经稍微均匀之后，就可以开始用中速来让它打一下。好，现在我们面团的状态就是快好了，然后再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们那个面团搅拌的差不多了哈，我们刚用中速去打它，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面团的状态。像这个罗宋啊，要打到怎么样才算好？就是打到有出筋，但是又没有太出筋的状态啊，像这样就是有点稍微光滑面，但是又有点粗糙
哦，那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稍微精度，稍微就可以，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做一道手续，让它更光滑。那我们现在面团现在已经完成了啊，我们那下个呢就是要用那个擀面棍来压它。一开始弄好的那个面团啊，会比较紧一点，比较硬一点。我们可以先稍微放在，把它搓圆之后，先放在旁边，让它稍微松弛个10分钟，我们再来做擀面棍的研压。现在10分钟已经发酵好了哈，那我们现在为了比较好操作，切对半，就是切成2份，因为我们要擀，因为它比较大块，所以要擀的话，对我们来讲，用手擀。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个机器做研压，所以说我们是用手工的，所以我们是用擀面棍。因为擀面棍会比较吃力，所以说把面团分成2块。那如果说你面团更多的话，就会分成3块4块，比较不会那么吃力。那我们现在第一步骤就把它整个压平，压平，往前压，厚度要均匀哦哈。你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开心的做的事情。没有，就是说在工作期间做的事情，比如说工作期间就是称料啊，还是擀那个面团，哪一个比较开心？好像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态，因为开始工作就一开始从早忙到晚哦，早上4、5点起床上班，然后就结果一直忙到最后，看一下时钟也差不多晚上11点，那应该也没什么很特别的开心，但是是有成就感哦。唯一让我感受到是成就感，因为就一整天下来，我们把我们的一整天的工作跟任务完成之后那一种，然后还要把面包烤出去给客人吃，那一种回馈的感觉，那种把面包做很漂亮，然后出去那种不管是烤、搅拌都做得很完美的那种事后的那种成就感就涌上来，就让我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蛮有意义的这样。这是我唯一可以告诉我继续向前走的这种感受这样。我们先把它擀开之后来翻过来，擀长就好，翻过来擀，有一个厚度就好。翻过来，把它稍微用长方形拉开就好。然后长方形之后，我们把它稍微先折到中间一折，中间尽量不要空气哈，把它压出来。然后再第2折再走过来，然后再翻直，其实可以用2次哈。我们总共要折6次，5至6次。来，这是刚折是第1次，这样算第1次。这样就第一次了。这样第1次来再给它擀。因为在折的时候，它会精度会一直慢慢的增加所以说就看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如果说精度太高，我一般就是手工的碾压法，差不多2次，让它休息一下，再2次这样。我现在你看精致也比较高一点的哈。精度是怎么看？你在压的时候是不是比较难压的？跟刚刚不太一样的哦，对吗？那就是比较会回弹，有没有？那就是精度跑出来了。我们一样翻过来，一样稍微把它拉成长方形，然后再一样3折，中间压开不要有空气，3折。然后3折之后，我们先放着，中间已经在压，它其实发酵，它酵母现在已经有在跑了，现在已经是3折2次发酵了。现在那个已经3折最后1次折好了，这是3折第5次折好。现在就要直接来做那个分割动作了。那每一颗我现在要重量就是把它切120克。那我切完之后有没有？就把它拿过来，稍微这样凹一下，放在桌子，搓个锥形，这样水滴形，把它放着，让它松弛放着面团拿过来放这，然后就这样搓，稍微用你的身体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做那个一样，让它稍微松弛一下，一样的等那个10分钟之后再来做整形动作。我们现在在冷藏已经松弛完10分钟了，我们现在做最后的整形，先把它压扁。
很长。开。可以先稍微擀开，放在旁边，我们等一下再来做卷的动作。不用擀太开，就稍微擀一下也可以。要不然它会擀太过于过头会破掉，稍微这样就可以了。擀开了有没有？光滑面在上面，然后也稍微再做第二次擀一下，翻过来。哦，这个重点来了，翻过来卷起来，先卷一次，卷起来，然后用这个手稍微推一下，来一个推一下，然后稍微慢慢的卷起来，啊，慢慢的，那后面要拉一下，哦。慢慢拿起来哦，这样，好，要5层，4至5层才可以，卷到差不多前半段就好，就差不多就可以开始用手拉，不用再一直推了。那我们现在擀好了，来做最后的发酵啊！现在已经面团全部完成，那来做最后的发酵。那发酵之前，我们先把它排好，一样意思。对。那我们就来做最后的发酵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发酵了，最后发酵。那我们发酵好的时间差不多在1小时多，对，还是要看那个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啊，当下的环境是怎样的温度，差不多1小时、1个小时半左右。那我们现在发酵好的那个罗宋啊，我们要做表面切割。那在切割之前呢，我们要先稍微表面先涂一下那个奶油，奶油是用那个酥油，一开始就先在它的表面稍微涂一层酥油啊，这个表面。那如果说大家不太喜欢酥油，也可以用脱水奶油，可能比较好一点，比较健康。那我现在刚好那个手边就酥油，我就用酥油来做涂抹。那哪一个吃起来比较好吃？其实酥油算是比较偏半人造油，但是所以说它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好不好吃，就是它比较香啦。但是它当然是，如果大家想要健康一点，就是可以用那个脱水奶油或是发酵奶油，是比较健康一点。奶油的部分呢，就看大家每个人你要哪样的奶油，也可以用发酵奶油都可以。好，现在大概都涂好了哈。那我现在又要挖一点奶油在那个烤盘上，表面涂好之后，挖一些酥油，放一些酥油在烤盘上，在它的旁边。为什么在旁边？因为等一下在烤的时候，它融化就会吸附在面包的罗宋的下面啊，这样才会有那个奶油的香味。大概均匀分布就可以了。至于量多少就看个人，刚好手上也有一些其他奶油，就是马咖喱奶油，它算是人造奶油了。那如果大家想要吃健康一点，你可以用那个刚才已经讲的就天然发酵奶油。那现在我们来做切割。那我们现在已经刚刚放那个外面的部分，面团部分涂那个酥油，然后我也在它的烤盘上放一些酥油跟那个马加林奶油。现在我们要把它做最后的整形，切开差不多在2刀左右，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深度差不多在1半左右，一半再高一点，不用切到非常，也不能不够深，轻轻划开就好。对。
那切这一道的用意就是我们要把，就是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就是要把这些奶油放在上面。这个奶油是天然发酵奶油的啊，所以我这边总共放了3种奶油。这个发酵奶油切在冷冻的状态之下或冷藏都可以，然后它切成丁状啊，差不多3、4颗，小一点就放4颗啊，大一点就放3颗这样。放这个是让它里面更有奶油的香气的。对啊，然后让奶油可以吸附到里面。A few moments later. 那我现在这边也有准备1碗这个奶油，那我奶油一样是用马嘎林跟酥油哈。如果你有那个脱水奶油，就用脱水奶油。那这个等一下就是在烤的时候要同步擦啊。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现在做好的最后的整形之后的往进，现在就可以进烤箱了哈。我们罗宋面包终于做好啦！耶！那这个味道呢，就看个人啊，每个人的想要奶油味道不一样啊。我今天刚好里面就剩那个玛咖丽奶油，还有那个奶酥，还有酥油。哦，酥油。那大家如果想要吃更健康一点，就可以全部可以用那个发酵脱水奶油。无盐奶油可以吗？无盐奶油也可以。这个一般罗宋啊，大家在用那个加的奶油，一般都是用那个脱水奶油啊。现在进阶版就是大家还会加一些天然发酵奶油这样。每个人呢想要的味道都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制作看看。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哦。那大家的关注跟订阅与分享就是我们的发影片的动力。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拜拜。感想如何？除了好吃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感想，那就是吃奶油香。跟以前我吃过的跟现在，我现在我们自己烤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比较酥脆，还是因为我们用那个酥油的关系？但是酥油跟脱水奶油其实差不多，酥油比脱水奶油，因为毕竟酥油有加一些香料啊，所以说它会比脱水奶油还要香。我觉得都要趁热吃，冷掉吃其实还好，买回来没有马上吃，先把它封起来冰冷冻，然后吃的时候被动放进电锅吹一下。吹一下之后，如果家里有烤箱的话，再把它烤一下，这样就会恢复原来的状态。好，大家可以试试看看。记得订阅、